美国在阿富汗上演大溃逃，让美国人怀疑谁还会相信美国？布林肯紧急向中国打电话干什么？为何被王毅教训了一顿？提出什么要求？在过去一周，阿富汗彻底大变天，阿富汗塔利班以惊人速度攻城略地，在8月15号当晚控制了喀布尔。总统被迫连夜逃往海外。美情报机构曾预测，阿塔控制喀布尔需要90天，但实际只用了10天。这个速度打得美英加联军一个措手不及。在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制造了战争混乱。现在又一走了之，留下一地烂摊子，并且以极其不体面的方式溃逃，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纽约时报评价，这意味着美国时代的结束。20年间，美国推动的阿富汗建国试验已经完全崩溃。美国耗费20年，倾尽人力物力的成果，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阿塔抹去了。而拜登主持的这最后一场羞辱的表演，这将被载入史册。所谓的试验这个词，其实就暴露出美国从来都是打着输出民主的旗号控制他国，本质是典型的新殖民主义。而美国在阿富汗的溃败和混乱撤退，是对美国海外形象的又一次严重打击。华盛顿邮报刊文称，美国将很难再获得盟友的信任，无论是古巴还是台湾，谁还会冒着生命危险信任美国？同时，也有国际分析人士指出，现在还有人相信美国会介入台海局势并战胜中国吗？在美国狼狈不堪逃走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紧急向中国打来电话，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探讨，双方就阿富汗局势交换了意见。布林肯表示，当前局势正进入关键阶段，希望中方能为此发挥重要作用，并认可阿富汗未来应由阿方人民决定，呼吁塔利班当前应确保所有希望离开的阿人员安全。而王毅则阐明中方立场，事实证明，把外来模式生搬硬套到国情截然不同的国家，水土不服，难以立足。一个政权没有人民的支持是立不住的。美国仓促撤军已经对阿局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应在驻阿维稳防乱、和平建设发挥建设性作用。整篇声明都感觉在教育布林肯，强调美国模式的失败。同时，王毅还提出了一个要求：美国上届政府宣布撤销东伊运恐怖组织定性是危险的，美方应该改弦更张。分析称，美国要撤离阿富汗翻译、员工、调停者几乎不可能完成，但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美国道德和良心都将受损。而布林肯打来电话，似乎是希望中国从中调停，让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体面撤离。对于布林肯从实力地位求中国帮忙，我们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中方不能一边处心积虑打压中国，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阿富汗乱局，没纠结72国干什么？为何说没用？又为何转身向中国喊救命？王毅摆明态度，在美军撤退后，阿富汗局势就像雪崩一样，快得让人猝不及防。不久前，美军情报机构还预测阿富汗塔利班夺取喀布尔需要90天，但美英加联军却误判了形势。美军花20年时间，耗尽人力物力扶持起来的政权，竟在短短1周内就崩溃了。美国正被架在热锅上烤。在8月15日晚上，阿塔控制了喀布尔，总统连夜出走国外。当天，美英法在内的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必须允许有意愿的阿富汗人和外国公民能够撤离，保持道路、机场、边境通道开放和秩序。阿富汗掌权者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民众人身和财产。这个联合名单也很有意思，没有中俄，没有隔壁印巴伊朗，也没有邻近的中亚5国、中东北非，甚至东南亚诸国，只有大部分欧洲国家、一些拉美太平洋岛国。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声明是什么属性，很多都与阿富汗没有外交关系。美国现在就是强拉一些国家给自己站队，美国背叛盟友也不是第一次了。美国这个霸权国家是如何不负责任的，侵略干涉他国事务的，又是如何狼狈仓皇逃跑的？美国集结这个联合声明，无非是想要让塔利班手下留情，让自己逃得更体面。占领了20年，临走还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喊救命。CNN 指出，由于形势急速逆转，五角大楼将协助撤离的士兵人数从3000人上升到6000人，大约4000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已经撤离，而拜登政府已经减少阿富汗公民飞往美国航班的数量，以保障美国人员优先撤离，而那些曾经为美军卖命的阿富汗人都可能被抛弃，这对美国的海外形象将又是一次巨大打击。还有盟友会相信美国吗？不仅是美国，英国也在后悔。英国议员正呼吁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派去印度洋，协助从阿富汗疏散人员。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前不久被派往印太地区震慑中国，现在去也来不及。最后，这个联合声明很明显没起任何作用。在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转身向中国喊救命。16日，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和布林肯通话。声明显示，此前要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布林肯这次要客气很多，并希望中国能为阿富汗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呼吁塔利班确保所有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员安全。而王毅外长则直接批评了美国模式的失败，并指出美国不能一边处心积虑打压中国，一边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态度已经摆明。开战将近，
美国卫星发现一重要信号，中国已经做好了风暴来临前的准备。据环球时报8月16号援引美媒福布斯所披露的消息称，解放军由民用船只改为的直升机航母又回来了。在去年，解放军用商业大型运输船临时改装成了小型直升机航母，在本月重新启用了。当下，中国有几十艘类似船只。除此之外，中国海军正在大批量改装民用船只，这就意味着在战争期间，中国任何一艘或所有具备基本条件的船只都有可能被迅速改造为直升机航空母舰。据了解，美国媒体所说的直升机航母名为振华28，虽是说航母，但实际上也就是同时能容纳2艘直升机进行起降。不得不说，美媒渲染战争氛围的手段还是很强的。虽然振华28无论从何种方面都无法同美国的远征海上基地舰相比，但是在美媒的形容中，这仿佛是战争来临前的征兆出现了。如果按照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的话，那中美开战确实近了。如今面对美国人强加于中国的战略竞争，隐藏和躲避的方法实际上已经宣告失败了。为此，无论如何，现在的中国都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这就是说，斗争已不可避免，而中国历朝历代的战略经验告诉我们，在斗的时候，消极一方最容易出现的最大缺点，要么就是不够坚决，要么就是犹犹豫豫、患得患失，总是抱有一些侥幸心理，使自身处于被动状态。而当自身处于被动状态时，最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所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中国就必须立足于反击和粉碎美国人的猖狂进攻，也要做好最坏打算。现在，民用渔船都成为了解放军的直升机航母，可见中国已经做好了风暴来临前的准备。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与敌对势力进行战略斗争的开始阶段时，打几个局部胜利是很重要的，这是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关键。就比方说，在抗战初期的平型关战役以及台儿庄战役，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当时美国在珍珠港遭受惨重损失后，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不遗余力地准备发动一场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术成果的杜立特空袭时，则是被日本方面嘲讽为没什么用。但实际上，美国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消除其国内的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如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中国，这种避战情绪很是高昂。虽然说好战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忘却战争就是自取灭亡。国际空间站传来了危险信号，美俄开始互撕，中国却一下子成为了航空领域的香饽饽，各国争相讨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美俄两国一直都是航天领域当之无愧的霸主，两国也是国际空间站的核心成员国。但是最近，国际空间站传来了危险信号，美俄开始互撕了，这让国际空间站能不能继续服役都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反而随着中国空间站的稳步发展，中国一下子成为了航天领域的香饽饽，各国争相讨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环球网报道，美俄两国因为2018年的国际空间站漏气事故发生了争吵，双方都在试图将责任甩给对方。据悉，在2018年8月29日，美国航天局发现了国际空间站的压力有所下降。经过调查，发现是与空间站对接的俄罗斯联盟 MS-09 飞船上有一个直径2毫米的破洞，航天员对其进行了紧急修补，但事故原因一直没有查明。而俄罗斯塔社13日突然爆料，俄罗斯航天部门经过调查发现，当时身在空间站的美国航天员很可能就是导致漏气事故的罪魁祸首。俄方推测，由于当时这名美国航天员由于身体不适，导致情绪崩溃，从而希望通过破坏俄飞船的方式来达到早日返回地球的目的。面对俄罗斯的质疑，美国航天局第一时间站出来进行了反驳。据太空网站报道，根据当时的监控显示，美国航天员并没有出现在俄罗斯飞船附近，反而他们认为此次事故很可能是由于俄罗斯工程师在检修操作时不小心损坏了飞船，事后用临时补丁补救，时间久了补丁脱落，导致漏气事故的发生。但是值得怀疑的是，美国既不允许俄罗斯对受损的飞船进行检测，也不允许对涉事美国航天员进行调查。无论此次事故到底是何原因，都为国际空间站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美俄两国之间近几年来关系本来就非常差，在经过此次事件之后，两国本身良好的航天合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于俄罗斯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损失。随着中国在航天领域的逐渐强大，中俄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也在日益加深。
说到中国航天，现在摆在现实中的就是目前的国际空间站将在2024年退役，届时太空中将仅只有中国的空间站可供使用，这令中国一下子成为了香饽饽。很多国家都向我们提出了合作申请，据悉美国最开始也向我国提出了合作申请，不过在权衡利弊之后，我国最终还是拒绝了美国。从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一个明智之举，毕竟从目前来看，破坏国际空间站，美国的嫌疑还是最大。随着我国航天领域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我国展开合作，届时我国会在国际航天领域变得越来越抢手。